波斯灣的海面上，郵輪停在原地，不敢前進荷默茲海峽。這條全世界最繁忙的石油咽喉被宣布關閉，又被重新打開，然後再一次被宣布關閉。德黑蘭的街頭剛剛送走一場規模空前的葬禮，長達10公里的送葬隊伍裡，人群一遍又一遍高喊的口號中，出現了美國總統與以色列總理的名字。停火的協議簽了又撕，撕了又談，談了又打。石油的價格像坐上了一輛失控的雲霄飛車，從東京到倫敦，加油站前都排起了看不到盡頭的長龍。而就在所有人都被這場混亂捲進去，被每天更新的新聞標題追着跑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卻顯得格外刺耳，因為早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他就已經把它一字一句地寫了下來。她是一位來自澳洲的女子，她不是將軍，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哪個情報機構的头子。她手裡的工具是一叠塔羅牌，是幾張古老的星盤，還有一支筆。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美伊之間的戰火全面燒起来之前，就對着全世界說出了那句後來被無數人反覆咀嚼的話。他說，這個世界的地圖將會被重新繪制，而且是猝不及防的，帶着一聲巨響。今天我们就來好好聊聊這位提前預言了美伊衝突的神秘女子。我們要看看她究竟說對了什麼，我們更要看看在這場衝突之後，她對川普、對俄羅斯與烏克蘭、對中國又接連發出了怎樣一串讓人脊背發涼的新警告。因為在他的眼裡，2026年真正的大事其實還遠遠沒有開始。此刻的我們不過是站在風暴的門口，聽見了門後傳來的第一聲悶雷。我們先把時間撥回到還算平靜的那一刻。2025年的12月，聖誕節的燈火還掛在城市的街頭，很多人正忙着計劃新一年的旅行。就在那個時候，這位名叫傑西卡·亞當斯的占星師發出了他對2026年的判斷。他說，明年將會是一個邊界劇烈變動的年份。他說，掛在牆上的那張舊世界地圖會開始大幅的晃動，晃動的核心，一個是烏克蘭和它周邊的鄰國，另一個就是中東。他甚至把時間點也說了出來。他說，這種巨變最猛烈的時刻會落在夏天，特別是6月前後。1個月之後，也就是2026年的1月，他把焦點進一步收緊，直接對準了伊朗。他提醒他的讀者要盯緊伊朗接下來的幾個關鍵日子。他說，伊朗會發生某件重大的事，某種延續已久的歷史循環即將走到終點。當時，這樣的話聽起來不過是又一個占星師在年初做的例行預測。畢竟中東常年動盪，說那裡要出事，實在算不上什麼驚人之語。而且就在幾個月前，也就是2025年的6月，那一帶其實剛剛經歷過一輪短暫的交火。當時以色列先動了手，接着美國的轟炸機直接飛向了伊朗幾座核設施的上空，然後在幾天之內一紙停火，又讓一切暫時平息了下來。很多人以為那一場虛驚就是這一輪中東緊張的頂點了，大家鬆了一口氣，以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可接下來發生的事卻讓所有讀過傑西卡·亞當斯那段話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氣。2026年2月28日，就在他圈出的那個時間窗口裡，天亮之前，美國和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了一場代號史詩烈焰的大規模空襲。在短短12個小時之內，將近900次的打擊像暴雨一樣傾瀉到伊朗的軍事設施、防空系統和權力核心之上。而這場空襲的第一波就直接命中了這個國家的心臟。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這場襲擊中喪生，與他一同倒下的還有一位長期主導對外談判的關鍵人物，以及數十名高層官員。這位統治了伊朗數十年，被視為整個政權定海神針的老人，就這樣在一夜之間從歷史的舞台上被抹去了。那一刻，全世界都被震動了。而傑西卡·亞當斯那句世界地圖將被重新繪制的預言，仿佛在一夜之間長出了血肉。我們來看看他說對了多少。他說巨變會在夏天前後最猛烈，而這場戰爭雖然在2月底爆發，可它真正的高潮，它一輪又一輪的擴散與失控，恰恰橫跨了整個春夏。他說地圖會晃動，
會帶着一聲巨響。那我們看到了什麼？伊朗在遭到襲擊之後，立刻用成百上千的飛彈和無人機向整個中東還擊，目標包括美國的使館、軍事基地和石油設施。黎巴嫩的真主黨2天之內就捲了進來，重新點燃了黎巴嫩的戰火。以色列的地面部隊隨即開進了黎巴嫩南部，阿聯、沙烏地、科威特、卡達，一個接一個被拖下水。整個中東的版圖，那些原本清清楚楚的邊界和陣營，真的就像他說的那樣，開始劇烈的晃動、模糊、重組。更讓人不寒而栗的是那個死亡的細節，在那場開場的空襲裡，一枚飛彈擊中了一所緊挨着海軍基地的女子學校，造成了將近170人罹難。戰爭從來不只是地圖上的箭頭，它是一個個真實的名字，是一間本該傳出讀書聲的教室。當我們在談論這些預言是否應驗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每一個被言中的字背後都是實實在在的血與淚。這場戰爭的殘酷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荷默茲海峽這個全世界最敏感的石油咽喉被戰火反復掐住，油輪只能一點一點的艱難通行。全球的能源市场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劇烈的一次供給衝擊，油價一度飆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高度。伊朗的首都德黑蘭一度變成了一座空城，人們躲在家裡不敢上街，不敢去上班。而根据事後的估算，光是這個國家被損毀的民用設施就超過了13萬處，要想重建可能需要好幾年的時間。這就是被那句預言輕描淡寫地說中的世界地圖重繪，它落到現實裡是這樣一種沉重的模樣。戰爭持續了整整5個多星期，直到2026年的4月7日到8日，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之下，美國和伊朗才勉強達成了一份為期2周的停火。而根據事後流出的种种說法，讓伊朗最終點頭的臨門一腳，據說還來自中國在幕後的一句勸告。哈梅內伊的兒子穆傑塔巴在父親死後接過了最高領袖的位子，也正是他批准了這份脆弱的停火。可這份停火從第一天起就像一具靠着呼吸器維持生命的病人，他被違反了，又被延長了。4月中旬，美國的副總統親自飛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官員展開了自從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层级最高的一次直接谈判。可谈判並不順利，一度陷入僵局。美國甚至一度動用海軍封鎖了那条海峽，直到6月17日，雙方終於在紙面上簽下了一份包含14個要點的諒解備忘錄。而美國總統簽下這份文件的地點，據說是在一場歐洲的晚宴之上。這份備忘錄重新打開了海峽，鬆動了對伊朗的制裁，也白紙黑字地寫明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可還沒等墨水乾透，衝突就又一次擦槍走火。到了7月8日，在一場北約峰會的間隙，美國總統當着全世界的面宣布，這份停火協議結束了。他用了非常難聽的字眼去形容談判桌對面的那些人。而同一天，在德黑蘭，哈梅內伊的葬禮正走到最高潮，那條10公里長的送葬隊伍裡，人群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要美國總統和以色列總理付出代價。接下來的幾個晝夜，美國又一次對伊朗境內的目標發動了打擊，其中甚至包括一座核電廠的周邊。而伊朗則以他開戰以來範圍最廣的一輪反擊作為回應，飛彈和無人機同時飛向了海灣的好幾個國家，那條海峽再一次被宣布關閉。而在這頭巨獸的體內，還有一場看不見的戰爭，同樣在悄悄地撕裂着這個國家。哈梅內伊的驟然離世，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他的兒子穆傑塔巴雖然接過了最高領袖的名分，卻自始至終像一個影子一樣，幾乎沒有公開露過面。他的長期缺席，讓伊朗的內部滋生出一種微妙而危險的裂痕。主張和談的一派和那些寧死也不肯低頭的強硬派開始了激烈的角力。在哈梅內伊的葬禮上，甚至傳出這樣的場面：主導談判的外交部長被反對停火的民众當場圍攻，連總統本人也遭到了質問。一個對外流血不止，對內又暗流洶湧的伊朗，就這樣被架在了火上。而這道由內而外的裂痕，我們先記在心裡，因為稍後你會發現，它會以一種驚人的方式，在另一個更龐大的國家身上再次浮現。這就是我們此刻所站的位置。一場被預言過的戰爭，
打了又停，停了又打，像一頭受了傷卻始終不肯倒下的巨獸。而點出這一切開端的那個女子，此刻正把她的目光投向更遠、更深的地方。那麼問題來了，一個占星師說中一次中東要出事，會不會只是運氣好？畢竟那裡年年都在打仗，這個質疑非常合理。所以在我們繼續往下聽他的新警告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件事，這個傑西卡·亞當斯究竟是誰？他過去的記錄到底經不經得起檢驗？如果我們翻開他過往的預測，會發現這並不是他第一次語出驚人。早在2016年，當全世界的主流媒體、民調專家幾乎一面倒地認為那一場美國大選會是另一種結果的時候，他卻站出來說川普會贏。後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而真正讓他聲名大噪的是那場席捲全球的瘟疫。他聲稱，早在疫情爆發的1年之前，他就透過星盤看到了一場全球性的健康災難，甚至隱約點出了時間的節點。當武漢傳出第一例死亡，當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這是一場大流行的時候，很多人回過頭去翻他從前寫下的東西，發現那些日期竟然對得驚人。據他自己的說法，他甚至提前點出了武漢那第一例死亡的時間，以及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拉響全球警報的節點。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一批華人觀眾開始湧入他的頻道，急切地想知道這位西方的占星師對東方、對中國又看到了些什麼。他做預測的方式也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樣，他不是憑空說幾句模糊的吉凶，而是把一套占星的星盘、一副塔羅牌，還有幾種古老的占卜工具交叉在一起，反复的比對驗證。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叫做3重核对。一件事如果星盤上看到了，塔羅牌裡也翻到了，另一套工具又給出了同樣的暗示，他才敢把它寫下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預言往往不只是一句空話，而是帶着具體的年份，甚至具體的月份。這種近乎偏執的精確，讓他說對的時候顯得格外驚人，可反過來，一旦說錯，也就無所遁形。還有一件事特別值得我們記住，早在2021年，他就寫下了一段關於中國經濟的判斷。他說，一場巨大的經濟衝擊會在2025年的5月降臨中國，而且會像一場電閃雷鳴的暴風雨那樣展開。4年之後，當那個月份真的到來，全球的股市在關稅與貿易的震盪中劇烈搖晃的時候，又有不少人想起了他這段寫在4年前的話。當然，我們必須非常誠實地說一句，這些所謂的應驗，很多都帶着事後解讀的成分。人們總是傾向於記住那些說對的，而忘記那些說錯的。占星、通靈這一類東西，從來就沒有辦法用科學去嚴格的驗證。一個模糊的預言，往往可以套進許多不同的現實。所以我們今天講這些，不是要你全盤相信，也不是要你當成什麼未來的劇本，我們是把它當成一面奇特的鏡子，看看在這面鏡子裡，我們這個時代的焦慮與恐懼究竟映照出了什麼樣的形狀。帶着這份清醒，我們再來聽他接下來說的話，或許會更有意思。那麼他的方法到底是什麼？他反復提到一個詞，叫做地圖重繪的循環。在他的體系裡，有一顆象徵着巨變、革命與突然斷裂的星，叫做天王星。他說，這顆星正緩緩地走進雙子座的位置，而雙子座在占星的語言裡，代表的是鄰居，是彼此相連的邊界。當這顆代表巨變的星走到代表鄰居的位置上，會發生什麼？他的答案是，鄰居之間的界限會被重新劃定。他說，從2026年一直到2029年，我們會在很多地方看到這種變動的證據，尤其是在巴基斯坦、伊朗這一帶的邊境。他說，這是一個屬於整個世界的地圖重繪週期。聽起來很玄，對不對？可如果我們把這套說法放到眼前這個真實的世界上，你會發現它和正在發生的事竟然嚴絲合縫。中東的邊界正在戰火中重組，這是事實。這就是我們理解他接下來那些警告的鑰匙。他所有的預言都建立在這個地圖正在被重新繪制的大框架之下。而在這張正在被撕開又重畫的地圖上，有3個名字被他用最重的筆觸圈了出来。第一個是川普。關於川普，傑西卡·亞當斯的判斷
可以說相當地不留情面。他盯着的是美國共和黨這個政治機器的星盤。他說，這個黨將在2025年到2026年之間迎來一場巨大的分裂，而撕裂他的那把刀，他說得非常清楚，一個是烏克蘭，一個是川普與俄羅斯之間那層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他甚至用了一個讓所有美國人都心頭一緊的詞，他說，這可能會是又一個水門事件式的時刻。熟悉美國歷史的朋友應該知道，水門事件正是當年逼得一位在任的美國總統狼狽下台的那場政治大地震。傑西卡·亞當斯把今天的川普和當年的那場風暴放在了一起，他的推演甚至細到了星盤上的度數。他說，每當某些特定的星走到7度這個位置上，共和党就會迎來一場大戲。他翻出了歷史，1974年尼克森因为水门事件而辭職的那一天，星盤上恰好有幾顆星都落在7度。他說，同樣的位置將在2025年的下半年以及2026年的5月到6月前後再一次被觸動。而其中一個他特別點出的節點，就是川普會和身邊的某些勢力因為烏克蘭問題而出現公開的裂痕。不僅如此，他還把一個更敏感的名字牽扯了進來，那就是那樁纏繞了美國政壇多年、涉及大量權貴的愛潑斯坦醜聞案。有意思的是，早在2017年，他就寫下過一系列和這樁案子有關的預測，裡面點到了英國的安德魯王子，點到了白宮，甚至點到了幾個後來果真出現在案件核心的名字。而如今，他說，這樁陳年舊案會在2026年年中到2027年年中這段時間裡迎來某種了結。他的推論裡藏着一個更耐人尋味的角度。他說，這件事之所以會在這個時間點被重新掀開，背後可能牽扯到俄羅斯。他甚至大膽地猜測，莫斯科的手裡也許握着某些能夠把川普和這樁醜聞牢牢綁在一起的東西。他問了一個問題，當川普開始和普丁公開鬧翻，而就在同一時間，這樁陳年醜聞又忽然被翻了出來，這會不會是一種試探？會不會是有人在提醒川普，你的支持者隨時可能反過來對付你？他甚至把注意力放到了一個極其細微的地方。你或許聽說過，圍繞着這樁案子一直流傳着一個謎團，那就是某段關鍵的監控錄影裡仿佛憑空消失了1分鐘。這消失的1分鐘，多年來一直是無數人爭論不休的焦點。他把這樣的細節也編織進了他的推演之中，讓整件事顯得更加撲朔迷離。而他給出的時間表也格外清晰。他說，真正的轉折會發生在2027年。他的邏輯是這樣的，如果川普所在的陣營在2026年年底的那場選舉裡失了勢，那麼到了2027年，他身邊那些原本擁護他的人就會開始把他看成一個沉重的包袱。到了那個時候，一個失去了權力屏障又背負着陳年醜聞的總統很可能會被自己曾經最忠實的盟友所拋棄。基於這一連串的推演，他做出了一個大膽到近乎放肆的判斷。他說，川普最終會走向下坡，而且將再也無法東山再起。他的推演還不止於此，他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年底的那場美國期中選舉。在他攤開的塔羅牌和星盤裡，他讀到的是天平開始向另一邊傾斜。他抽到的那張牌被他解讀成一束混雜的花。他說，那意味着民主黨很可能會重新奪回國會的控制權，至少是眾議院。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意味着川普所在的陣營將在國會失去他們的掌控力，而一個失去了國會又深陷醜聞的總統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用了一個詞，跛腳。但傑西卡·亞當斯真正讓人感到不安的，還不是川普個人的臣服。他提出了一個更宏大也更駭人的概念。他說，美國這個國家本身的星盤正在經歷一個極其罕見的周期。他說，那顆象徵着震盪與革命的天王星會在2026年到2027年之間反覆觸動美國的命運之弦，而這帶來的可能不只是政黨的輪替，而是這個國家內部一道越來越深的裂縫。它指的是美國各州之間在許多議題上那種水火不容、幾乎撕裂社會的對立，是南方與兩岸之間那道越來越清晰的鴻溝。他甚至隱隱擔憂，這種內部的分裂
會發展到一個相當危險的程度，讓人不得不去想象這個國家未來會不會走向某種形式的重組，一個由內而外分裂的美國。這是他給我們的第一個警告。而當他把目光從華盛頓移向那片已經流了太多血的東歐土地時，他給出的答案卻出人意料。說到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幾年我們聽到的幾乎全是壞消息，戰線的膠著，城市的廢墟，看不到盡頭的傷亡。許多預言家在談到烏克蘭的時候，也大多是一片悲觀，甚至有人斷言這個國家將會被吞沒。可傑西卡·亞當斯的看法卻和大多數人背道而馳。他說了一句讓很多人意外的話，他說他並不為烏克蘭感到擔憂。為什麼？他的理由還是回到了他的星盤。他說有一顆象徵着幸運、庇護與巨大福報的星，叫做木星，正要走進獅子座，而獅子座在他的解讀裡恰恰是主宰着烏克蘭這個國家，尤其是主宰着這個國家年輕一代的位置。他說木星走進這個位置是每12年才會發生一次的事，而木星是整個占星體系裡最大的那顆守護與賜福之星。他預言從2026年的年中一直到2027年的年中，烏克蘭將會迎來一段陽光燦爛的好時光，尤其是對這個國家的孩子、青少年和年輕人來說，這會是一段充滿了生機與希望的日子。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判斷，在戰火還沒有完全平息的當下，去預言一個國家的轉運需要相當的底氣。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戰爭會立刻消失，而是說一種深層的命運層面的力量正在悄悄地把烏克蘭從谷底往上拖。至於為什麼會這樣，他坦誠連他自己也還看不清全部的原因。他只是說，根據星象與歷史的規律，那個更明亮的日子一定會來。這份在滿目瘡痍之中依然選擇相信光明的判斷，或許正是他和那些一味販賣末日的聲音最不一樣的地方。可就在他对烏克蘭給出祝福的同時，他卻對那個把烏克蘭拖進戰火的方向發出了另一種警告。他的邏輯是連在一起的，還記得嗎？他說撕裂川普和共和黨的那把刀，一把是烏克蘭，另一把就是俄羅斯。在他的推演裡，川普和莫斯科之間那層曖昧的關係會在2026年變成一顆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當華盛頓因為俄羅斯而內部起火的時候，這場風暴就不再只是東歐的戰爭，而會反過來燒進美國政治的心臟。所以你看，在他的世界觀裡，這3個名字川普、俄羅斯、烏克蘭其實是3根纏在一起的引線，動一根，另外2根都會跟着抖動。而這一切的下方還連着一個更巨大的火藥桶，那就是被他用最重的筆圈出來的第3個名字中國。对於中國，全世界的預言家幾乎都盯着同一件事，台海。他們反覆推演的是北京會不會出手，會在什麼時候出手，那場所有人都不願看到的衝突會不會爆發。可傑西卡·亞當斯的判斷再一次走了一條和眾人不同的路，他給出的那個結論甚至可以說顛覆了很多人的想象。我們先來看看他是怎麼讀中國的。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他說關於中國其實有好幾張不同的星盤可以用，可他偏偏選了一張最古老的，一張源自上個世紀初的星盤。為什麼？他的理由聽起來很樸素，卻又很有畫面感。他說因為只有這張古老的星盤能夠對上那場席捲全球的瘟疫。而這說得通，因為從北京到上海這片土地上至今仍矗立着許多那個年代留下的建築，而今天無數中国家庭的祖輩也都親歷過那個世紀之初翻天覆地的巨變，歷史的根就埋在那裡。在他攤開的塔羅牌裡，代表中國的那張牌是一位身披紅袍的女王端坐在王座之上，而紅恰恰是這個國家最鮮明的顏色。他說這張星盤裡藏着一種深刻的矛盾與張力。他甚至提到曾有讀者在多年前就記下過一個關於中國的荒涼的夢境，夢裡是大片大片的寸草不生的土地。這些畫面究竟意味着什麼？見仁見智，可他們共同指向的都是一種深層的關於這片土地未來的不安。好，說回那顆關鍵的星，他說在這張星盤裡有一顆冥王星，
落在雙子座的27度上。而還記得我們前面說的那個地圖重繪的循環嗎？那顆代表着巨變的天王星正一步一步地朝着這個27度走去。當這顆象徵着突然斷裂與徹底顛覆的星撞上中國星盤裡的那個敏感點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他說會有一場突如其來的巨大衝擊，而且這場衝擊不只關係到台灣，還會牽動日本，牽動菲律賓。這是一個屬於整個東亞的震動。這聽起來似乎印證了那些關於區域衝突的擔憂，可接下來他說的話才是真正的重點。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回頭去查上一次天王星走到這個位置是什麼時候，當時的中國又發生了什麼。他的答案是上一次是1948年前後。而那個年份對於中国人來說意味着什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清楚。那是一場改變了整個國家命運的內戰的最後關頭，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較量走到了終局。然後在1949年，一個政府渡海遷到了台灣，另一個政權則在大陸建立。於是他說出了那句最讓人震動的判斷，他說歷史總是會循環回來。他說比起北京會不会去奪取台灣，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可能性是，當那顆巨變之星再次走到那個位置的时候，中國自己的內部可能會先出現一道巨大的裂痕。你聽懂他的意思了嗎？在絕大多數人都把眼睛死死盯在台灣海峽，盯在那條可能爆發外部衝突的引線上的時候，這位澳洲的占星師卻把手指指向了內部。他認為對這個龐大的國家而言，真正最深的風險也許並不來自外面的敵人，而來自他自身結構裡那道被歷史週期一次又一次觸動的縫隙。他甚至把它和那場遙遠的內戰放在一起，用了一個讓人心頭一凜的說法。他說，我們也許正站在又一次內部大動盪的門口。再加上他早在幾年前就寫下的那個關於中國經濟衝擊的預言，一內一外，一經濟一政治，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就構成了他眼中中國在這個地圖重繪週期裡最需要留意的圖景。他甚至還提到，中國的網絡與訊息空間也會在這個週期裡經歷一場深刻的動盪，一場他稱之為訊息之戰的東西。他的核心觀點始終沒有變，這個週期的關鍵詞是內部的震動，是由內而外的裂變，而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國與國之間的全面大戰。這裡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卻很重要的判斷，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中國和俄羅斯是牢不可破的盟友，會在一場大戰裡並肩作戰。可傑西卡·亞當斯和一些熟悉中國的人卻提醒我們，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信任其實遠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堅固。歷史上那些慘痛的記憶，那些因為兩國關係而付出過的沉重代價，並沒有真正被遺忘。所以在他的推演裡，把中俄簡單地綁成一個陣營去對抗西方，本身就是一種過於粗糙的想象。真實的棋局要複雜和微妙得多，而且他的判斷裡也並非全是陰霾。他注意到，在這段動盪的週期裡，中國內部對於傳統文化，對於古老智慧的那份珍視，其實一直都在，甚至在悄悄地復甦。他並不認為這個國家會就此崩塌，而更傾向於認為它會經歷一場劇烈的內部調整與重塑，然後以一種不同的面貌走進下一個階段。這也是他和那些一味唱衰的聲音很不一樣的地方。事實上，他曾經反覆強調過一句話，這句話值得每一個為戰爭而焦慮的人記住。他說，他從當前的星象裡並沒有看到那種上個世紀2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典型徵兆。這句話其實藏着一絲難得的安慰。在一片喊打喊殺的預言聲中，他的判斷反而相對克制。他說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種深刻的結構性的重組與洗牌。他甚至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那些自以為主宰着這個世界的老人們終將成為歷史，而新的力量會在這場動盪之後慢慢地站上舞台。他相信，在這場洗牌的另一端，是一個由更年輕的一代去主導的全然不同的世界。好了，到這裡我們已經聽完了傑西卡·亞當斯，這位提前預言了每一衝突的女子對這個世界發出的3重警告。
川普的臣服與美國的內裂，俄烏之間那根連着華盛頓的引線，還有中國由內而外的那道歷史裂痕。可如果故事只到這裡，它或許還只是一個占星師的一家之言。真正讓這件事變得詭異的是接下來我們要說的，因為在同一個2026年，把目光投向這個世界並發出警告的並不只有他一個人。我們把視線轉向另一位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名字——巴巴萬加。這位早在1996年就已經離世的保加利亞盲眼老婦人，被許多人稱為巴爾幹的先知。每當這個世界進入一個讓人不安的年份，他那些流傳下來的預言就會被重新翻出來。而關於2026年，圍繞着他的名字流傳着一組驚人的說法。這些說法裡最核心的一條是一場大戰。據說他曾預言一場巨大的戰爭將從東方燃起，然後蔓延向西方。而在後人的種種解讀裡，這場大戰的主角被指向了美國、俄羅斯和中國，而引爆點恰恰又是圍繞着台灣，以及一場席捲全球的經濟崩溃。你看，這是不是和傑西卡·亞當斯所畫出的那張地圖在某些地方詭異地重疊了？同樣是這三個大國，同樣是東方的火種，同樣是經濟的動盪。不過關於巴巴萬加的預言，有一個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那就是連他的信徒之間說法也是自相矛盾的。有一種流傳的版本說，這場大戰會讓西方崩溃，然後讓普丁崛起，成為所謂的世界之主。可另一種同樣廣為流傳的版本卻說的恰恰相反，說2026年將會見證普丁的垮台，以及一位重塑世界格局的新俄羅斯領袖的出現。同一個人，同一個年份，卻流傳着兩種完全相反的命運。這恰恰說明了一件事，這些所謂的預言，很多時候其實是後人根據自己想看到的現實，去反復塑造和填充出來的。那為什麼偏偏是巴巴萬加的話能有這麼大的分量？這其中也有一部分來自他過往那些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命中。他的信徒們總會列舉出一長串他曾經說對的事，可如果你仔細去追究，會發現這些命中同樣經不起太嚴格的推敲，因為他留下的原話大多含糊不清，是後人一點一點的把他們和已經發生的事對號入座。真相是，一個先知的名聲往往就是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事後追認裡被慢慢的滾大的。也正因为他這塊招牌足夠響亮，每當世界進入一個看起來風雨飄搖的年份，他就會被人們請出來。而2026年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渾身都是引線的年份。中東的戰火，僵持不下的俄烏，時隱時現的台海陰雲，還有那個讓所有人都心神不寧的經濟前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那些沉睡的古老預言被一一喚醒，重新包裝，然後貼合到眼前的每一條新聞上，也就不足為奇了。除了大戰，圍繞着巴巴萬加的2026年，還有一連串更廣為流傳的說法：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崩潰，一波接一波的自然災難。有人甚至說，地球上7%到8%的地表會被地震、火山和極端天氣所改變。還有人說，人工智慧將在這一年開始真正的改變人類，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甚至開始反過來主宰我們。更有甚者，把時間定得清清楚楚，說在2026年的11月，會有一艘巨大的飛船降臨地球，帶來人類與外星文明的第一次正式接觸。還有人把這個說法和最近這段時間那個穿越太陽系的神秘星際訪客硬生生地聯繫在了一起。當然，圍繞着他的也不全是災難，也有人說他預見了醫療上的重大突破，比如癌症的早期篩檢會邁上一個新的台階，讓那些過去很難發現的癌症可以更早地被揪出來。可你看，就連這些相對正面的說法也大多是模糊的，是後人往那個框架裡不斷填充進去的。我們必須非常清醒地看待這些說法，它們大多沒有確切的白紙黑字的原始出處，充滿了模糊與矛盾。把外星人、末日大戰這些聳動的元素和真實的新聞攪拌在一起，本來就是最容易在網絡上瘋傳的配方。所以，飛船會不會來，普丁會不會倒，這些我們姑且聽之。可有一點卻很難不讓人深思，
那就是這種跨越了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預言，為什麼會不約而同的全都指向了同一個2026年？而這樣的匯流還不止於此。我們再看那位被稱為西方預言之王的諾斯特拉達姆斯，這位幾百年前的法國占星師，在他那本晦澀難懂的預言集裡，也留下了據說指向這個時代的句子。有人從他那些謎語一般的詩句裡解讀出了一場持續7個月的大戰，還有人把他筆下那個關於蜂群在夜裡湧起、設下埋伏的意象，硬生生地套到了今天的川普和普丁身上，說這兩個人會在2026年各自贏得一場重大的勝利。還有一位活躍在當下，被許多人稱為現代諾斯特拉達姆斯的巴西通靈者阿索斯·薩洛梅，他對這場美伊衝突的解讀，甚至帶着一種冷峻的地缘政治棋盘感。他說，2026年的這盤大棋，本質上是美國在對支撐着中國能源命脈的3根柱子下手。第一根柱子是伊朗，他稱之為當下最直接的目標；第二根是委內瑞拉；第3根則是俄羅斯。他認為，美國之所以緊咬着伊朗不放，真正的藏在深處的目的是要切斷那些曾經源源不斷流入中國煉油廠的便宜的石油。他甚至聲稱，早在事情發生之前，他就預言過以色列會在2026年的上半年對伊朗發動一場直接的攻勢。你發現了嗎？當我們把這幾個人的話並排放在一起的時候，一個共同的輪廓竟然慢慢浮現了出來。傑西卡·亞當斯說地圖將被重繪，火種在中東和東亞。巴巴萬加說大戰起於東方，牽動美俄中。諾斯特拉達姆斯說有一場7個月的戰爭。阿索斯·薩洛梅說這是一盤圍繞着能源與大國的棋局。他們用着完全不同的語言，來自完全不同的年代，可他們的手指卻仿佛都指向了同一片被陰雲籠罩的天空。這究竟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巧合，是人類在集體焦慮之下的自我暗示，還是說在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層面上，這個時代的命運真的早已被寫下？我不知道答案，我想沒有人真的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或許比預言本身更值得我們去想。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些預言裡反復出現的一個共同的主題，除了戰爭，就是人工智慧。無論是巴巴萬加的信徒，還是其他的解讀者，幾乎都把2026年視為人工智慧開始真正改變人類命運的起點。它會取代大量的工作，它會滲進我們的每一段關係，它甚至會讓我們開始擔憂，人類會不會漸漸地把自己的判斷、自己的靈魂交到那些會思考的機器手裡。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們每一個人此時此刻都正在親身經歷的事，不是嗎？當我們一邊看着中東的戰火，一邊用着越來越聰明的工具處理生活裡的一切，我們其實正站在一個由這2股力量共同定義的十字路口上。舊的世界秩序在戰火中鬆動，新的技術力量在悄無聲息地重塑一切。也許這才是所有這些預言真正想要提醒我們的東西。地圖被重繪的從來就不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邊界，還有我們作為人類關於自己是誰，關於未來將走向何方的那條界限。你想想看，這是一件多麼奇妙的事。就在幾年前，這些會思考的機器還只是科幻電影裡的想象，可如今他們已經走進了千家萬戶，幫我們寫信，幫我們決策，甚至開始學着理解我們的情緒。這種變化的速度快得讓人有些眩暈。那些古老的預言家，無論是巴巴萬加還是別的什麼人，他們或許從未真正見過一台電腦，可他們留下的只言片語裡卻總隱隱透着一種對某種非人智慧的敬畏與不安。這究竟是巧合，還是說人類集體的潛意識早就隱隱感覺到有一個全新的不屬於血肉的力量正在地平線上升起？我常常在想，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就是要在2股巨大的力量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一股是那些看得見的，在戰火中重新划定的國界；另一股是那些看不見的，在無聲之中重塑我們生活的技術。而真正的考驗，或許不在於這個世界會不會天翻地覆，而在於在這場天翻地覆之中，我們能不能守住那些讓我們之所以為人的東西。
守住我們的判斷力，守住我們的善良，守住我們在面對未知時那份既不盲從也不恐慌的從容。說到這裡，我想和你多聊幾句心裡話。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每逢亂世，這些古老的預言總會被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翻出來？其實這背後藏着一種很深的人性。當我們身處在混亂之中，當每天的新聞都在衝擊我們的神經，當未來變得越來越看不清的时候，人的内心會本能地渴望一種確定感，哪怕那個確定的答案是災難，也好過一片茫然的未知。預言恰恰滿足了這種渴望，它給了紛亂的世界一個看似有秩序的解釋，仿佛在告訴我們，別怕，這一切都是早已寫好的劇本。所以你會發現，預言最盛行的時候，往往正是人心最不安的時候。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格外的清醒。人的記憶是有偏見的，我們会牢牢记住那些說中了的部分，然後興奮地奔走相告，卻會自動地把那些落空的、說錯的部分悄悄忘掉。一個足夠模糊的預言，幾乎總能在紛繁的現實裡找到某個看似吻合的角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既要認真地去看這些預言，也絕不能盲目地全盤相信。可話說回來，這件事最讓人着迷，也最讓人費解的地方在於，這一次這麼多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年代的聲音，竟然真的不約而同地把矛頭指向了同一個年份。一個澳洲的占星師，一位早已離世的保加利亞老婦人，一個幾百年前的法國人，還有一位當代的巴西通靈者。他們之間本該毫無關聯，可他們口中的2026年卻共享着同樣的關鍵詞：戰爭、動盪、重組，還有那個正在崛起，讓我們既依賴又敬畏的人工智慧。這種匯流，就算你再理性，恐怕也很難不感到一絲寒意。那麼，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2026年真正的大事到底開始了沒有？在傑西卡·亞當斯的眼裡，答案很清楚，還沒有。他說，這一整年會有好幾個歷史性的循環，同時走到終點。他曾經把中東與宗教的動盪描述成一場分成幾個階段收尾的過程，而最後那個徹底的了結被他放在了盛夏的尾聲。他相信，當我們真正走過這個夏天，回過頭去看的時候，會發現有某種延續了很久很久的東西終於畫上了句號，而句號的另一頭是一個全新的，我們還無法完全看清的開端。如果我们把它所有圈出來的時間點攤在一張日曆上，你會發現接下來的每一步其實都被他標上了記號。他曾經把2026年形容成一個好幾道歷史循環同時收尾的年份。他說，關於世界宗教與中東那長達數年的混亂，會像一場分成幾幕的戲，一幕一幕地落下帷幕，而最徹底的那一幕被他放在了夏末。他甚至說，屆時我們或許會有一種錯覺，以為一切都結束了。可他緊接着又補了一句，別急，它還沒有真的結束。這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預感，恰恰對應着我們此刻看到的那份簽了又撕的停火。站在此刻往前看，川普那樁醜聞案的了結還在2026到2027年的區間裡緩緩逼近，美國那場可能改變政治天平的期中選舉還沒有到來，烏克蘭那段被預言為陽光燦爛的日子才剛剛露出地平線上的一絲微光，而中國那道被說成源自歷史深處的裂痕究竟會不會浮現，也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謎。那艘據說會在11月降臨的飛船，那些關於大戰與崩潰的種種說法，更是全都懸在那裡，等着時間去一一揭曉。我們無法預知未來，這一點我們必須誠實。這些預言有的或許會應驗，有的也一定會落空，這本就是預言的宿命。我們今天把它們一一擺出來，不是要販賣恐懼，也不是要你把明天的日子過成一場等待災難的煎熬。恰恰相反，我想這些來自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聲音，真正的價值也許是逼着我們在被每天的新聞推着往前跑的時候，偶爾停下來，抬起頭，看一看我們正身處的這個宏大而動盪的時代。一個女子在戰火燃起之前寫下了世界地圖將被重繪的預言，如今那張地圖
正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眼前，被一角一角的撕開，又一筆一筆的重畫。我們是這場巨變的旁觀者，可我們同時也是身在其中的親歷者。無論那些預言最終是對是錯，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我們正在共同見證的這段歲月，注定會被寫進未來的歷史裡。也許最好的態度既不是恐慌，也不是輕慢，而是帶着一份清醒的敬畏，好好的把眼前的日子過踏實。因為在這張被重新繪制的世界地圖上，真正握着那支筆的，除了命運，除了那些老人，其實也還有我們自己。當千千萬萬個普通人選擇如何去看待這個世界，選擇如何去度過每一個當下的時候，未來的模樣其實就在被我們一點一點的共同書寫。2026年真正的大事才剛剛開始，而接下來的故事會怎麼寫，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